楚楚之战第11章，自由港湾行第6集。浩恩在东京遇到原徐州和大理福音医院宣教士伍德医生。他说，大理教会医院和学校外籍医生、护士、教师、职员和牧师被赶出中国。浩恩收到父亲香港来信，心中已明了该往何处去。晚餐时间，严保会安排梁子带孩子们吃饭。夫妻二人来到书房，关上门，准备家庭礼拜。林浩恩祷告后，二人唱赞美诗《耶稣领我歌》。歌中唱道：有时遭遇困苦忧伤，有时大得喜乐安康。无论危险，无论稳妥，全靠耶稣亲手领我。耶稣领我，耶稣领我，耶稣天天亲手领我。我愿为主忠心仆人，因蒙主恩亲手领我。我愿尽我恩主圣手，甘心乐意随主行走。与祸与福两般皆可，因有耶稣亲手领我。耶稣领我，耶稣领我，耶稣天天亲手领我。我愿为主忠心仆人，因蒙主恩亲手领我。唱完赞美诗，二人背诵诗篇23篇。之后，他们一起为自己的前途祷告。祷告中，保会想起14年前那次禁食祷告。当年，他刚从美国留学回国，在上海到杭州的沪杭线火车里邂逅徐永道。他正在禁食祷告期间，求主为他预备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丈夫。主听他的祷告，预备了徐永道，让他借着徐永道明白圣洁之爱的真谛。徐永道殉国多年，他的爱还支撑着他，给他力量，拖住他走过一个人在杭州和上海的孤单岁月。从香港逃到重庆，因着徐永道的爱，他坚强面对未来。后来，陈本夫出现，他对陈本夫的好感，也是因陈本夫与徐永道有诸多相似之处。最终，他与林浩恩结婚，也是因着徐永道的机缘，使他们二人相遇。生命走到现在，他方才明白，人何等有限，
但主的旨意永不落空，终必成全。几天后的上午，3岁多的杭勇忽然哭叫着从屋外跑进来，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弟弟的头可流血了。”接着他说：“不是我把弟弟推倒的，是他和我抢玩具，自己摔倒磕破了头。”严宝慧急忙放下手中正在给林浩恩织的毛衣，冲到院子里，只见1岁多的杭鱼哇哇大哭，右边额头磕破，血流满面，衣袖滴满血迹。梁子跑来，一边紧张地对严宝慧说：“太太，真对不起。”一边拿来急救包递给严宝慧。杭鱼的伤口又长又深，严宝慧迅速用生理盐水给杭鱼冲洗伤口，用纱布擦干，缠上止血带，让梁子看好杭勇。他叫出租车带杭鱼去圣路加医院，看是否需要缝针。快中午时，他赶到医院。不出严宝慧所料，急诊科女医生检查完伤口，用英文说需要缝针。严宝慧给丈夫打电话，让他中午下班来医院。缝合包扎完毕，林浩恩赶到急诊室，见医生正低头写处方，妻子怀抱睡着的杭鱼坐在旁边。他问妻子：“缝了几针？”“4针。”宝慧轻声说。这时，医生把写好的处方递给宝慧，浩恩接过来看了一眼，看不太懂，递给妻子。“Howard, this is your son， 这是你的儿子吗？”医生用英语对林浩恩说。林浩恩听着声音觉得熟悉，诧异地看着医生。女医生取下口罩，微笑着不作声。“伍德医生，是你呀！”林浩恩用英语大声说。“伍德医生，你不是在云南大理福音医院吗？”他问。“我刚来几个月，说来话长，工作时间不方便，咱们找个时间聊。”伍德医生说。林浩恩得知伍德医生刚从云南来东京不久，就想从他了解国内的情况，有助他做决策，该不该带着妻儿回国。“伍德医生，何时方便？我和太太想跟你聊聊。目前我为国府站在东京的差事任职，面临十字路口，不知该不该回国，想了解中国的情况。”浩恩说。“今天下午6点，在医院旁边小饭馆见。”伍德医生说。“好的，一言为定。”浩恩说。离开医院，林浩恩回办公室上班。严宝慧把杭鱼送回家，嘱咐梁子不要让孩子动绷带，他们夫妻今晚不在家吃饭。杭鱼断奶后，严宝慧接着读早稻田大学的教育系博士研究生课程，把杭勇和杭鱼送入英日双语幼儿园，姐弟俩听得懂日语。严宝慧有时回家晚，林浩恩也不在家时，就让梁子给姐弟俩读日语版安徒生童话。当晚，
宝慧嘱咐梁子，让孩子们晚上8点半上床，给他们读《园丁》和《主人》，9点入睡。临别，宝慧对杰吉亚说：“美好的一天从傍晚开始，晚上要早睡，白天才美好。”林浩恩和严宝慧前后脚进小饭馆，伍德医生已先他们而到。监视林浩恩的人在饭馆前假装闲逛。他们3人点菜后，话入主题。伍德医生不愿多讲负面情况，只说和其他省份一样，新政权建立后，大理的教会医院和学校的外籍医生、护士、教师、职员和牧师一起被陆续赶出中国。林浩恩想了解新政府如何对待从前为国府工作的人，尤其富裕阶层子弟。伍德医生只说，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不清楚，听说云南有些官员和商人的土地房屋被充公，有些从前杀过共产党干部的人被镇压。严宝慧看出伍德医生不愿对新政府多加评论，就转移话题说：“伍德医生，你在中国目睹日军占领中国，又在日本亲历美军占领日本，有何感想？”这个问题使伍德医生陷入沉思，他深呼吸一下，说：“感慨万千。你们知道，美国对日宣战前，我在中国作为中立国公民，在徐州教会医院服务。珍珠港事变后，美国称日本的敌国，美国公民在中国成为日军抓捕的敌人。我逃到云南，在大理福音医院服务。中国新政府执政，我被赶出云南，逃难到日本，在东京圣路加医院服务。我经历过几度逃难的苦楚，见证日本战败的景况，看到美军作为占领军在日本，也做了美国人谴责日军在东南亚所做的恶，强暴民女。伍德医生说到这里停下来，说不下去了。林浩安看出他心情沉重，就让女招待给伍德医生来杯红茶。这时饭菜上齐了，浩恩请伍德医生做谢饭祷告，3人开始晚餐。战争能显露人性一切污秽，无论哪国人。这是伍德医生吃完饭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严宝慧见伍德医生实在是累了，就让他早点回去休息。伍德医生是心累，他在东京看到自己的同胞美国大兵干着日军在徐州做的恶事，感到无可奈何。他与美军驻日部队随军牧师聊过，随军牧师说，已尽力阻止个别美军大兵强暴日本妇女，但仍难免这人性的恶。美军并非每个士兵都是认罪悔改、信耶稣的基督徒，还有不少敌基督的人，即便自称是基督徒的美国大兵，也有作恶的。与伍德医生会面3天后，林浩恩收到父亲林志信从香港寄的航空挂号信，
打开一看，他心中已明了，该往何处去。林之信在心中告诉他，不要回中国大陆。他的老朋友桐油大亨李蕊的小儿子，就是林浩恩刚从云南逃到重庆时，在父亲预备的接子家宴上，他所认识的那位归国留美博士李景军，带着一家3口刚刚从北京经广州逃到香港。林之信从李博士了解到，学术自由被控制在权力之下，富裕家庭出身的人，尤其从前为国府工作的人，是不易被信任重用的。林之信知道，堂弟林忠信在台湾被枪毙的事已连累浩恩，台湾也是不能去的。他让浩恩带家眷先到香港，之后再做打算。宝慧，主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借着伍德医生和父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。不过，我们首先要找一个安全离开日本的方法。浩恩说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、收看、订阅、点